欢迎收看第657武器大讲堂。在中国古代冷兵器领域诞生出非常多的别类，在这么多的门类中，有一种长期以来霸占冷兵器之首，并大量配备军队和民间武术学者中的冷兵器，它就是被誉为百兵之王的长枪。枪的前身为便于冲锋作战的矛或者劈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，当时在作战中主要是用于直刺和砍杀操作。但是在长期的发展中，也发现其存在操作范围局限不灵活、尺寸重量过大，无法迅速在冲锋陷阵之后快速迎敌的问题，所以慢慢的演变出了一种长度约相当于人体直立、手臂伸直向上的高度，头部比较小而锋利尖锐的升级款。在作战中抓住枪杆可以格挡兵器，也可棒打或投掷杀敌，同时也可以骑战马冲锋刺敌或下马步战。枪在秦代就已经出现雏形，三国时期的赵云就是使枪的作战将军，直到宋代的岳飞、杨业和红腰军首领李全的妻子杨妙珍所创立的杨家枪法，才慢慢的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。这便是由兵器矛演变而来的枪发展历程。枪的种类有很多，常见的有红缨枪、实战枪、白蜡枪、花枪和戏曲枪等等长枪，有软杆和硬杆、带音或无音的类型。我们以比较普遍的红缨枪为例，讲解这款中国传统的百兵之王。红缨枪的名称来自于枪头上绑的红缨，结构组成包括枪头、枪缨、枪杆和枪连等等组成。枪头的结构设计有很多的形状和材料，一般选择铜制或者铁制，形状因为各种用途不同而有不同的形状，如方棱扁如荞麦、前头尖锐的鼓毛枪，带有斗钩的钩镰枪，枪头如蛇形，顶尖而锋利，两侧薄刀的九曲枪，以及梭形枪头的花枪等等。有一些还是沿袭了矛的设计方案，但是目前比较普遍的枪头设计主要是三角棱形。我们以现代武术所使用的单个菱形枪头为例，这种枪头脊高刃薄头尖，形似菱形，结构组成包括锋、刃、脊和用于连接的箍。枪头的这个设计形状可以提供非常优秀的突刺破甲效果，其锋越尖锐，刺激破甲的威力就更大。两侧的刃主要是用于劈斩，刃越锋利，劈斩的威力越强。这套枪头设计既能够保证突刺能力，又能兼顾单兵的作战能力，相对于更早期的矛来说，灵活度更加出色，因而陆续成为战争的主要选择之一。枪的杆根据使用场景有所不同，大部分实战使用的枪都是硬杆，一般由木材或者金属制成。金属制成的枪杆整体非常牢固坚硬，在实战过程中不易被敌人的兵刃所斩断，耐打耐砍，实战性极高。但也是因为比较重，所以对于使用者的体格要求就比较高。在步兵使用的枪中，更多的是使用硬木枪杆。木质枪杆一般都是根据军队需要进行特殊种植，这样的木材纤维长，粗细均匀，整体笔直，更加适合规模化制作。到后来的武术使用和单兵治安等等使用，更多的是近战需求比较多，因此对于枪杆的选择只要求具备很强的灵活性。后期的枪杆会选择弹性更好的白蜡杆，这种杆弹性较大，使用者用力一抖，枪杆就会震抖，平稳持久，能让枪头的力量更大，在格挡和近身作战的时候也会更加的灵活多变。因此后期的枪都是使用这种杆为主。而在古代的分类中，也会根据枪杆的长短有不同的名称，例如 1.83 米的称为步下枪， 2.33 米的称为花枪， 2.76 米的称为中平枪， 4米的则称为大枪。大枪使用的时候一般需要两个人，一个人在前扛枪，一个人在后使用。在枪杆上部分，枪头下方一般会用犀牛尾、牦牛尾、马尾等等制作的枪缨装饰。枪缨用途在于搏刺时通过抖动可以迷惑对方，另一个作用则是吸收血液，阻止枪头的血液顺着枪杆流下，引起手部打滑。枪杆下尾部一般安装一个金属的小尖头，称为枪钻。枪钻尾尖可刺击，也可扎入土中把枪固定在地上，同时也可以根据枪头的重量配套适当重量的枪钻起到平衡的作用。枪的出现时间非常的早，从汉朝到汉日战争，乃至于现在还被大量使用。枪的使用技巧性远远超过其他的任何长兵器。枪术的基本动作以拦、拿、扎为主，在18般武艺中比较难学，所以有一句俗话叫做越棍年刀久练枪，就是说的枪法练成之难。虽然枪法非常难练，但是历史上的枪法名家数不胜数，诞生出包括杨家枪、梨花枪、六合枪、四平枪、锁口枪、五虎断门枪、丈八、三棱五钩神飞、亮银枪等等多种枪法。各种枪法最主要的攻击手段是刺，也可以如棍那样横扫对手，练成之后威力极大，其他兵器难于匹敌，是可与短兵器中的剑并列的中国古代冷兵器之一，因此被誉为百兵之王。到如今热兵器时代，这种冷兵器在战场上的使用率几乎为零，大部分都是出现在电影电视剧中、日常健身健体以及武术爱好者中，近些年的一些游戏中也有所普及。那么本期就以游戏中的一句台词做一个普及。